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昨天正好有一个朋友问到我们说，他们家要一只狗狗进门啦，新的家庭成员。那么对小狗来说，或者新养狗的朋友来说，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家庭的配备呢？正好我已经养狗9年了，希望通过一个简短的小视频来跟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养狗的话，基本的狗狗的需求和基本的在家的配备。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从犬舍或者从犬救助中心或者是流浪犬机构接狗狗回家，一般的话呢，会有很多人选择开车去接狗狗，那么就需要一个旅行箱，或者是乘公共交通去接狗狗的话，那么需要狗链、项圈。狗链和项圈的话呢，如果是接小狗狗回家的话，那么需要是有给小狗狗特别准备的比较小的项圈和狗链。一般的话，如果在犬舍接的话，犬舍是会赠送的，它犬舍会有个基本的start pocket。所以就会一般赠送犬舍项圈、狗狗的新的狗粮啊等等。然后有些人会说，我需不需要那种狗狗背一个背心，然后把狗链拴在这个脊椎的这个方向，而不是拴在脖子上面？因为如果小狗狗的话比较活泼嘛，会跑来跑去，那么拴在脖子上面，有时候它突然跑的话会勒到它。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的我会在下面也附上链接。一般的话，狗狗需要 S 或者 M 号的项圈或者背心。那么狗链的话，可以用一个稍微细一点的狗链，这样子的话，狗链的重量不会对狗狗造成比较大的负担。如果是接大狗狗回家的话，就可以直接买成犬的项圈和成犬的背带以及成犬的狗链。那么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背带和项圈同时使用的。为什么？因为有些大的狗狗或者是哪怕是小的狗狗，它的一开始的秉性是非常天真、活泼、好动、好奇，所以呢，它一般都会像真的跳来跳去。北方人叫狗蹦子，它就是狗蹦子，就是这样跳来跳去的话，如果你是只有一个项圈的话，然后把狗链拴在项圈上面，有的时候狗狗突然前冲或者是突然转弯，然后本身自己可能还没有太注意的话，它就会正好勒到它，然后因为它可能前冲的话在跳，它就有的时候甚至会被勒到转180度，甚至摔在地上，这个都会有可能发生。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尽量，我觉得个人还是推荐用背带比较好一点，让它也比较适应这个背带的这个状况。那么背带的话呢，它的作用点是在脊椎，就是后背上面，那么它不太会对这个脖子造成一些损伤。然后还涉及到一个晚上如果出去遛狗的话，就是需要一个荧光项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很多比较昏暗的环境之下，狗狗如果本身自己的颜色，比如说有偏深色一点，比如说偏像德牧偏就是黑背啊，偏黑色，或者我们家的狗狗偏黑白色，它大部分都是黑色背毛上面。那么开车的人，司机是很难注意到的，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因为有些小区里面灯光非常昏暗啊，而且有的时候即使你牵着一个狗绳，你可能自己穿的衣服都是黑的，那司机也看不见啊。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给狗狗买一个荧光项圈。这个荧光项圈是我们家真的居家必备的东西，就是稍微天有点黑了就马上戴起来，这样子的话既可以保证人的安全，也可以保证狗的安全。链接也会附在下面。好，然后关于旅行箱的事情。它这个是狗狗可以一直用的，就是一狗生都可以用的窝。窝的话呢，大概有几种，一种是很大的狗的篮子，它是一个这样子的篮子的形状。然后呢，你可以把它放在家里面的任何地方，如果狗狗喜欢的话呢，可以在篮子里面睡觉。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个有厚度的垫子，它是一个平的，像是一个一小块地毯，或者是里面有一些填充物，这样子的话呢，狗狗在上面呢很松软，它在上面睡的时候呢很舒服。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旅行箱，很多朋友会问说，需不需要旅行箱啊？这个旅行箱的话，买回来的话在家里面很占地方啊，长得又难看。其实呢，从狗狗本身的需求来说呢，狼
或者是狗都喜欢在一个头上有檐，然后最好旁边比较挤，就是在一个像是山洞一样的地方睡觉。这样子的话，他们会比较有安全感，就是说他们四面不是完全开阔的，他们就不会有一种腹背受敌的感觉。那如果比如说家里面还有小朋友很吵闹，他们也会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自己回去了之后可以好好的休息，就是别人不要打扰。那旅行箱呢，就是起到了这个作用。然后旅行箱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真的你将来想要带你的狗狗去旅行的话，狗狗已经相当于认识旅行箱，它不会在比如说上飞机或者坐火车或者乘汽车之前，当你需要旅行箱的时候，有一种抵触的心态。那旅行箱的话呢，就是一开始的话，个人建议不要买的太小，是按照成犬的规格来买比较好一点，因为它好不容易适应了一个旅行箱，然后你发现小了，还要再买一个新的，这样子的话呢，对本身这个旅行箱来说，造成了一定的浪费。再说，主人买这些所有的这些用品的话呢，其实也是要很多钱的。所以呢，如果再换一个旅行箱的话，大概又要几百块钱扔掉，那这个可能对主人来说也比较不太合算。所以呢，最好就是按照成犬的规格来买一个旅行箱。如果你大概知道你的成犬，就是你家养的狗狗的将来的身高体重，大概能有个估值的话，那么其实就直接买一个，比如说 L 号或者是 XL 号或者是 XXL 号的旅行箱就会比较好。那我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我家里现在已经是养了第2只边牧了，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狗狗的朋友的寄养的这个经验。那我就发现旅行箱的话呢，还是一次性买到位，买一个这个塑料的，就是可以上飞机的这种旅行箱会比较好一点。如果是买一个比如说是尼龙的或者是布的一个旅行箱的话，它这个旅行箱不一定是一直符合旅行的标准，而且呢，这个旅行箱的话呢，一开始的话，如果狗狗小的话，它的爪子和牙齿是很尖的，很容易把旅行箱抓坏。我家的狗狗小罗呢，一开始去接它的时候，它大概是觉得，突然跟陌生人乘汽车走了，这个都是它非常之不熟悉的环境，然后它突然离开了它的兄弟姐妹，它非常恐慌，然后也非常生气，然后它就在旅行箱里面乱跳乱叫。结果不到10几分钟，他就把旅行箱那个上面有一个口，就是用来透气的，然后可以看到它，然后那个口上面有很多网状的这个网兜，他就把这整个一层都抓坏了，然后就从那里面跳了出来。所以这个旅行箱大概只要了半个小时都不到，加起来就彻底报废了，他就把它从4面八方都抓坏了。这个的话也是我们之前没有考虑的很清楚，没有考虑到说小狗狗原来爪子和牙这么厉害，而且生起气来，很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旅行箱的话呢，在家里面虽然比较占地方，但是呢，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角落，然后放在比如说桌子的下面啊，或者是阳台门的门口啊，这样子的话呢，给它一个让它觉得后面有依靠的空间，它会觉得比较舒服，这个是比较符合狗狗的天性。那旅行箱里面你可以铺上一层软软的毯子，或者是一个小的毛巾，这样子的话，狗狗在里面的话不会觉得这个旅行箱冰冰冷冷又很硬，它就会自己会把毯子抓成一个它想要的一个形状，然后在上面睡觉。然后这个毯子的作用也是，它闻到这个毯子，它就知道这个是它的窝，是它的地盘，它就会比较有安全感。那么如果是买狗垫的话，就是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自家的狗狗要接进来的新的成员是长毛的还是短毛的。像是我们家的小罗 Romeo， 它是长毛狗嘛，是边境牧羊犬，它从来不肯睡在狗窝里面的，因为我们家是住在楼房里面，那楼房里面的话，地板都会比较热一点。他觉得地上已经很热了，所以他每天晚上都是，半夜睡觉，热了之后就翻过来肚皮朝上，然后再热了之后他就起来走几步就蹦倒下去，然后再过个10几分钟再走几步又蹦倒下去，所以他是晚上一直游荡状态。那你给他买了一个狗窝，其实那种很厚的那种垫子里面又有填充物，它会特别热，所以他不想要睡那个。但是呢，如果是短毛的狗狗，尤其是肚皮上面毛比较少的这种的话，它会觉得这种狗窝非常舒服。要么就是上面有一层绒绒的毯子，或者是有一个厚度的话，
它不会直接和地面进行接触，这个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即使你家是长毛的狗狗的话，那么假设你家是住在 house 里面，就是别墅里面或者是1层的话，这个地板还是很凉的，地砖也很凉。一般的话，它冬天也会需要这个有厚度的垫子。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要看这个狗狗自己的需求，它的个头、它的毛发的长短，它是否耐寒。比如说，你给哈士奇买一个超级厚的狗垫，那可能就不是很适用，或者你给大白熊或者是萨摩耶买一个很厚的这个小地毯，那可能也不行。但是如果你给比格犬或者是巴哥犬等等，买一个这种很舒服的狗垫的话，它一定会在里面睡觉的。所以这个要根据需求来自己决定。那么我们家的边牧的话，买的垫子的话，就是它既有旅行箱，然后它也有一个狗垫。那么我到时候会把链接附在下面，你可以直接看一下我们在家里面准备的狗垫是怎样的。那么狗狗回到家之后，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就是食盆和水盆。这个是取决于狗狗，首先它是在哪个房间进食。一般的话，主人会把进食的房间要么放在厨房，要么放在卫生间，因为这些地方相对来说会比较好擦拭一些。如果是放在厨房的话，那建议也是在这个狗盆下面最好铺一个隔潮垫，防止它喝水的时候，很多狗狗会很不小心就把水溅得到处都是。那这个如果厨房是地板的话，就会很容易这块地板会坏或者是脏。如果是狗狗睡觉的房间和狗狗进食的房间是不同的房间的话，而且如果在睡觉的房间你希望它在里面睡觉不要打扰你们，那么希望把门关起来的话，那么就建议在睡觉的房间再给它一个水盆。就是进食的地方的话，就是食盆加水盆。如果是睡觉的地方是也被隔开来的话，那么就是至少有一个水盆。那么建议这些食盆加水盆都是做防滑的处理，不然的话，有一些狗狗吃饭的话会非常用力，或者是当最后只剩下几粒狗粮，或者是稍微只剩下一点点湿粮的时候，它会用力的去舔它。那如果家里不是防滑的话，整个食盆就会滑走，而且会有很多噪音，所以建议还是做一些防滑的处理。那么我们家用的食盆和狗盆也会附链接在下面。现在呢，就是要说一下吃的是什么，狗粮。很多的狗爸狗妈们会想说要给狗狗吃最好的，给它吃最香的，所以会给它一些人类的食物。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人类的食物里面有很多的香料，有加盐，各方面不是很匹配狗狗的身体需求。那么最好的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省力的办法，就是狗粮。如果是买现成的狗粮的话，它会有很多不同的种类。那么一般来说，建议是接回来的狗狗，要问犬舍或者是问这个收养的机构，先要它的这个狗粮的品牌，或者是它甚至会问你说，你需不需要在我这里先买2袋拿回家，或者是赠送给你。那么就要先用这个赠送的这个它一直使用的这个狗粮。这个狗粮呢是专门给比如说小狗或者是给就是这个犬的类型来使用的话，它已经比较习惯了。那么你尽量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不要立刻马上改变狗粮。如果它后面慢慢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不耐，或者是甚至一些过敏的反应，比如说拉肚子啊，然后毛会有点脱落呀，然后会抓来抓去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考虑，是不是这个它对狗粮不耐？那么如果不耐的话，就需要换新的狗粮。那么狗粮的话呢，大家还是建议要看一下成分的，因为有一些狗粮的成分呢是非常少的肉，然后有非常多的其他的一些淀粉类啊，各种啊，然后这个对狗狗来说也是不是很健康的。我会在下面附上我们家的狗狗的狗粮的这个链接，它是一个就是肉比较多的一个狗粮，是冷压在一起的。我们家的狗狗吃这个狗粮的话，就是吃习惯了之后，它的本身的消耗其实并不是很大。那么这个狗粮虽然说单价也不是特别便宜，但是因为这个狗粮里面的肉的含量比较多，然后狗狗吃的话不需要很大的量，所以算下来还可以，还是比较适合的。在此还要再声明一下，这个整个视频里面我没有收到任何的赞助，都是我自己在家里面用的东西，
所以呢，请不要误解说我在推销任何的食品或者是狗粮，这个不是这样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人会想要加湿粮。那么湿的狗粮的话呢，不建议让狗狗一直吃。湿的狗粮是非常好吃的，但是呢，这个对狗狗的牙齿不是特别好，因为湿的狗粮会很容易卡在牙缝里面。那狗狗的话呢，除非你给它刷牙，如果你不给它刷牙的话，它卡在牙缝里面的这些狗粮会造成长一些牙结石啊，甚至是到后面可能会对牙齿有一些这个智齿的危险。尽量还是会建议说，吃干的狗粮。那如果要是偶尔想要给狗狗湿的狗粮，你也可以干湿结合。然后有些狗狗呢是真的干的狗粮也吃不了，湿的狗粮它也不耐受。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自己给它加一些，就是自己买，比如说不同的狗粮，然后给它混合在一起。那么不是说不同的狗粮是指这个已经做好的，而是比如说它只能耐受鸡肉，或者它只能吃羊肉，那么你只能给它买这个比较好的质量的羊肉，然后呢煮熟了之后，比如说它只能吃土豆，或者是它只能吃米饭，然后跟它拌在一起之后，然后给它一些油，给它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等等，然后给它拌好了之后给它吃。那么这个的话呢，虽然就是很能保障这个狗粮的质量，也很能保障，比如说你买的肉啊，你买的所有的这些蔬菜，你甚至可以买有机的，对吧？那么狗狗的寿命也会延长很多。但是这个非常麻烦，就比如说你要出去旅行，或者是你要去哪里，去朋友家里，在另外一个城市玩2天，你要带着所有的这些要给它做饭用的这些工具，甚至是这些食物。然后比如说它在吃习惯了之后，只有某一种肉的在某一个商店可以买到，那么你就只能买这种冷冻的一坨一坨的肉，到时候全部给它带着。那基本上就跟带娃出去旅行是一样的，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个人还是建议，如果狗狗没有什么肠胃的问题，或者是过敏，或者是消化上面的疾病的话，那么干粮是最好的选择。那说完干粮之后呢，就刚刚有说到刷牙的问题，是否要给狗狗刷牙？是不是有什么可替代的方式？我个人呢还是觉得呢，如果是一只小狗，它在之前没有形成自己的习惯的话，那么你也可以选择给它刷牙。狗的这个刷牙的方式是有一种指套，可以直接套在你的手指上面，你可以这样子给它用狗狗专用的牙膏这样抹一下。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它吃了东西之后晚上，因为如果它是小狗的话，很快就会习惯这个刷牙的这个步骤，而且它知道刷完牙之后，它就应该要去睡觉了。然后呢，它的牙齿会保证的非常的好。因为狗狗的牙齿如果长了结石的话，它是不像人这样子可以去做洗牙的。如果你要给它洗牙的话，比如说它如果是年纪大了，那么不得不洗牙的时候，因为它的结石已经非常的厉害或者非常多了之后，那么只能是给它打一针让它睡过去，然后才能给它洗牙。其实就是用麻醉来给它洗牙的。那么麻醉也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而且很容易麻醉的时候，比如说很容易伴发癫痫啊之类的。那么对狗狗的伤害，就说有一定的风险性吧。所以的话呢，如果要是你希望你家的狗狗牙齿健康，希望它能够长寿，然后老了之后不会牙齿掉了之后什么都吃不了，那建议就是不要给特别多的适量，然后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帮它刷牙。如果你没有时间帮它刷牙的话，你也可以给它买磨牙棒或者是牙胶。那么这种的话呢，有一些比如说薄荷成分或者是清洁牙结石的成分在里面。这个你可以每天在狗狗睡前给它一根磨牙棒。它不一定是磨牙的作用，它可以完全就是牙胶是比较软的，但是它会通过它的那个牙胶里面的成分把这个牙结石稍微分解掉一点。然后牙胶的话是要根据狗狗的重量来进行选择的。那么有一些牙胶是适合比如说10公斤以下的狗狗，有一些牙胶是10公斤到20公斤，然后有一些牙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那么你要根据自己的重量来对牙胶的品牌和牙胶的这个大小做一些选择。我会在下面也附上我们家使用的牙胶的链接。我们家的狗狗现在比较重嘛，20多公斤，25公斤不到，所以给它买的牙胶是一个比较清洁类的牙胶，然后是一个 M 的号码。如果是小狗狗的话，你就要从 XS 甚至是 S 号开始买起来。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可以给它买一个这个
啫喱。这种啫喱的话，是你用手指上面套一个这个指套，可以直接抹在它这个比较有牙结石的地方。然后这个就会慢慢把这个牙结石分解掉，因为牙结石这个东西真的是要看狗狗自己的牙齿，它的基因是怎样的。有些狗狗的牙齿非常好，有些狗狗大概过了2-3年，它的牙齿就损坏，就是磨损的很厉害。就比如像是我之前的狗狗小白，它的牙齿就非常好，然后现在的狗狗小罗密欧，它就很奇怪了，可能也是因为它很喜欢咬各种的玩具，然后出去很喜欢咬树枝。它的整个的犬齿，包括前面的牙齿的尖的地方都已经磨平了。它之前已经就是很快，就是1岁之后就已经磨得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身体的弱点吧，就是需要特别注意这方面。所以现在就是坚持每天都给它1根牙胶，然后让它相当于是自己咬好了之后对牙齿进行一定的清洁。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护理就是梳子。长毛狗更需要梳，短毛狗也需要梳，因为你不给它狗狗梳毛的话，狗狗就会一直掉毛，下面就是狗毛乱飞。然后我们家的话，比如说小罗它是黑白色的牧羊犬嘛，它的毛是那种很细的，就是长毛犬的毛一般会比较细，短毛犬的毛一般会比较粗。如果它这种很细的毛在掉毛的这个阶段，其实边境牧羊犬真的1年4季都在掉毛了，这个是题外话。但是它们真的掉毛还算是比较厉害，尤其是像什么萨摩耶呀、哈士奇啊这种都是会掉毛掉的比较厉害的狗狗。那么你买之前呢，也建议要先考虑好。像这种狗狗的话，我们家的小罗，它掉毛掉好了之后，就是你黑色的衣服也不能穿，白色的衣服也不能穿，因为它掉下来的狗毛就是黑色和白色的，所以呢，它这个狗毛很容易粘在这种棉质的裤子上面，就是家里面也要准备一个一直可以很方便的拿到的一个刷衣服的一个粘纸。这个粘纸的话呢，就是防止如果你现在很紧急要去上班或者要去见朋友，然后满身狗毛的情况之下，赶紧把狗毛粘掉，可以处理掉。这个梳子的话呢，是要按照狗狗的大小和狗狗的种类也要区分的。就是有一些梳子呢是像是人的这种梳子，就是它是齿状的。这种梳子呢，我们家有一把非常好用的就是给罗密欧来用的。然后呢，如果它或者是有些狗狗如果掉毛掉的不是很多的情况之下，你也可以给它一个有按摩功能的梳子，就是它会梳的时候会觉得非常舒服啊。那种梳子的话呢，一般也是像女士们用的一个扁平的一个梳子，它上面会有一个充气垫。然后这种梳子的话呢，也可以拉下来很多的狗毛，然后它会结在梳子上面，你到时候梳完了之后把这个狗毛从梳子上面剪掉。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有点类似于剃毛梳，就是它会把狗狗有不同的，比如说背毛或者里毛，它会把那个里毛全部都给你梳掉。那么这种梳子的话呢，梳起来会稍微有点疼，就是你不能够买特别大号的梳子，然后特别用力，因为它那大号的梳子齿比较大，它会一直刮到狗狗的皮，那狗狗肯定会不愿意。这种梳子的话呢，我们家也有一把，如果小罗掉毛掉得很厉害的话，就会给它用这个梳子，链接也会附在下面哦。